俗话说，人生三大喜事：娶妻、生子、建房。熊哥前2项已经完成任务了，第3项也在这期开始一步一步实现。羡慕的同时，还真是为他感到高兴。大大小小一共24头野猪首次聚集到一起，它们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和可口的食物，而农庄的建设也迎来了最重要的时刻。所有建造房屋所需要的材料正一车一车运送过来。新一天的来临，冬季的热带雨林总是会被雾气环绕。熊哥早早就背上了竹篓，今天他要继续为了攒钱建房，想尽办法采集一些纯野生的山货进行销售，可以实现快速积累。上次有尝试过，并且非常畅销。原始的森林深处可以获取到更好的质量，特别是这种纯野生的木瓜树，它鲜嫩的枝头是入药的绝佳材料。当然还有自然成熟的木瓜果实，它的功效不需要说明，各位老铁就已非常熟悉。之所以会采集，是因为光顾自己摊位的都是当地老老少少的村花，无论年龄大小，他们都有需要。但最畅销的还是木瓜花，特别是新鲜采摘下来的野生品种，它对癌症的治疗有着非常好的疗效，抑制癌细胞的再生，是它受到欢迎的最主要卖点。熊哥采摘了很多，它的价格比一般的蔬菜要贵上许多，整整1箩筐已经差不多了。回城之前来上一颗完全成熟的木瓜解解渴，它柔软嫩滑的果肉富含水分。再次回到农庄，前几天保存的香蕉有部分已成熟，虽然价格不贵，但是有的卖总比没有好。整理好所有明天将要出售的东西，先将成熟的木瓜和香蕉花放在最底部，垫上用于缓冲的枯叶，完全成熟的香蕉再放入其上，这样可保证在赶路的过程中不会出现损坏。而对于木瓜花和鲜嫩的枝头来说，单独捆扎才能让其保持新鲜。转眼已到第2日的清晨，熊哥已带上所有的商品来到附近的城镇街道。这不才刚刚路过街边的摊位，戴着草帽的村花就将熊哥拦下。他看好了熊哥带过来的芋头，但是由于给的价格太低，熊哥并没有选择销售给他，而是径直地走到了对面。这个开阔的地方非常适合将所有的商品进行展览。还未等到将所有的商品取出，就已被老一辈的村花包围。他们各自看着自己喜欢的。此时一身蓝色穿戴的姥姥村花骑车来到了熊哥的摊位前，他径直走向了新鲜的木瓜花。他的老伴得了癌症，而冬天则刚好是入药的最佳时间。他包场了所有的木瓜花和木瓜枝头，其他商品也在一顿哄抢下尽数销售一空。仅仅只是20分钟，熊哥带过来的所有商品就已卖了出去，而旁边没有购买到的还和熊哥约定下次过来购买的时间。野生山货还真是受欢迎，不过我想这可能和熊哥憨厚老实帅气的脸庞有关吧。随着鸡群快速聚拢，时间已到了第3天的喂食时间，依然还是脱粒的玉米作为喂养的饲料。现在所有的母鸡基本都已到了可以产蛋的体型，单只是鸡蛋这一项收入目前就已经非常的可观。今天的天气温暖无风，太阳也很不错。熊哥在喂食了猪群以后，决定将所有的野猪都放出，让他们彼此之间来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不过为了筹集建造房屋的钱款，熊哥又卖出了3头野猪，现在农庄里只剩下24头。当然这不影响自己目前是养殖野猪大户，农庄里唯一一只成年的雄性野猪非常喜欢让鸡群吃掉粘在自己嘴巴上的食物，因为那样会影响自己威武霸气的脸庞，并且和脖子上逐渐繁盛的鬃毛也是一点都不相配。打开猪圈的阁门，这是小家伙们第一次接触到外边的世界，陌生的环境让他们开始变得小心翼翼，他们都在彼此嗅着气味，以此来分辨是否是同类。当然调皮的家伙也是有，这只体型健硕的少年期雌性野猪就在绕着农场不停地狂奔。它有标准的野猪体型，虽然现在还未成年，但是脖梗上的鬃毛已经有了王者之姿。熊哥拿来了新鲜的香蕉叶，给猪群当做饭后的零食，隔上一段时间就要喂养一次绿色的食品，这样有利于猪群营养均衡。不知道此时熊哥看着眼前的景象，内心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反正小编我是极其羡慕，能够将捕获的野猪一点点的驯服圈养，并大量的繁殖，这本身就是一件很酷的事情。当然最有营养和深受猪群喜爱的还是这种现割的红薯叶，这是熊哥很早就种植下的红薯地。现在是冬季，所有的枝叶并不繁盛，但是稍微割上一点也不会影响它们整体的产量。毕竟24头野猪只有刚刚一点香蕉叶根本不够吃。然而就在熊哥还沉浸在眼前这胜利光景的时候，远处逐渐接近的拖拉机声音让自己更加兴奋不已，快速跑上山坡。原来是自己购买的建房材料运送过来了。当然拖拉机能直接驶入，完全得益于上次挖掘机的到来，他将上山的道路完全打通。这位负责运送材料的大哥对熊哥的农庄极为惊叹，身为本地人的他非常佩服以及不可思议，单只靠一个人就可以在这样的原始山林中打造出这样一片私人空间，并且还要在此建造砖头制作的房屋。在他的眼中，这几乎是不可能办到的事情。然而羡慕归羡慕，自己的工作还需要完成。将砖头卸下，前后贯通的双孔造型和国内的完全不一样。等到砖头卸完，本就忙碌的运输大哥却不愿意立刻离去，他必须要参观一下熊哥的野猪养殖场。
毕竟眼前的农庄就是自己梦寐以求的自由生活。运输大哥对野猪幼崽非常感兴趣，他有想购买下来饲养的冲动。当然，熊哥一点都没有藏私，他将自己饲养野猪的经验全都分享给了运输大哥，并介绍着自己是如何一点一点建立起这片产业。再次回到建房所用的地基，站在高处俯瞰着农庄的一切。虽然太阳已经下山，但是运输大哥还是没能挪动自己的脚步。在熊哥反复的提醒下，大哥还是走向了自己的拖拉机。未来的几天里，所有的建筑材料都是他负责运送。熊哥目送着他离开，而这第一车材料的送达，也标志着农庄以及自己的生活将在不久发生历史性的改变。这很让熊哥期待，也很让我期待。老黄牛在精心的照料和喂养下，已壮实了不少。隔上一段时间都要进行麦麸搅拌、盐水的补充。为了抵御夜晚的低温，所有的野猪也都进行了放养，让它们彼此扎堆取暖，才能安然度过这热带雨林的冬天。新的一天一大早，第二车用于建房的材料就已早早的抵达。所有的东西都是熊哥从同一个销售商的手中购买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享受到较低的价格。毕竟打造这样一处砖房，已掏光了自己所有的积蓄。第二车砖头已经送达，但是熊哥并没有出现，因为在更早他就已经前往今天要工作的区域。毕竟现在农庄中的野猪群已经达到了24头，并且小家伙们也都开始逐渐长大，外加饲养的2头黄牛，熊哥不得不为了以后饲料的充足，做好提前的准备。骑上越野2手摩托车，他要去收割最优质的牧草，种植在自己的农庄。这片高大密集的橡草地，之前自己曾再次采集过。之所以会被称为橡草，顾名思义就是大象都爱吃的草本植物。它本身种植简单，适口性好，比一般植物都要富含营养的特性，决定了它是自己的第一选择。几乎所有食草类动物都极其喜欢，只要能够在农庄进行大量的种植，那么后续猪群以及黄牛的食料问题就会得到完美的解决。并且它的种植非常简单，和木薯的方法同样，只需将茎秆插入或者埋入土层，就可生根发芽。熊哥砍伐了足够的数量，顶端细长枝叶就是黄牛的最爱，所以这些并不能浪费，全都切割下来，这样一大捆就足够让老黄牛吃饱。而劈砍所剩下的主干，就是自己要进行种植的目标。剥掉包裹在外围的枯叶，只留下鲜嫩的枝干，修整出刚好的长度，将会便利于向农庄的运输。数量已经足够用藤条捆扎结实。当然，搜集好的枝头嫩叶也要打包，放于摩托车的后座。较为陡峭的山路，即使熊哥已经将刹车踩死，但持续打滑对他的驾驶技术还是有非常大的考验。终于到达了农庄，然而用皮条进行固定终归是不太结实，所有的橡草全都掉落在了地上。幸好已经到达了目的地，将枝叶送到牛棚。黄牛母子非常喜欢。眼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运送材料的拖拉机会在不久再次来临。这次运送的是刚刚从河堤打出来的沙子。为了不造成浪费，熊哥特意铺设了一块防雨布。运输大哥再次到来，沙子也已卸在了指定的位置，又是简单的寒暄与闲聊。然而熊哥看着拖拉机出神，估计此时就在想着，如果自己能够拥有一辆那该多好。如此奢侈的愿望会不会在以后实现呢？时间不早了，熊哥将老黄牛牵回，圆鼓鼓的肚子充满了食物。然而当老黄牛看到鲜嫩的橡草枝叶，还是没能忍住。不知道老铁们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黄牛的脖子上多出了一个驼铃，这是熊哥精心挑选的，也是为了在黄牛放出去喂草时能够有声音的定位，方便自己找寻到它。在熊哥喂完所有的牲畜后，森林的天空已悄然昏暗。新一天的来临，熊哥要趁早将昨日采集的橡草种植下去，全部切割成小段，200-300根，数量足够种满整片山坡了。当然，这些优质的牧草在完全长成后，不但可以提供充足的食料，它发达的根系也非常适合巩固疏松的土壤，所以熊哥将其全都种植在地基的四周，这也是一举两得了。种植完牧草，农庄里的牲畜也迎来了早餐的喂食，所有的事情都已处理的差不多了。今天运送大哥会将自己购买的水泥拖运过来，所以熊哥要做好提前的准备，扛来几根之前麦树遗留下的树干，拼搭出一个悬空于地面的空间。毕竟水泥不比沙子和砖头，如果受潮或者遭遇降雨，很可能会全部毁掉，所以储存方法非常重要。水泥已到，运输大哥帮熊哥将水泥抬在准备好的木架上。当然，为了避免可能存在的降雨，熊哥又用防雨布进行了整体性的覆盖。如今沙子、水泥、红砖都有了，可以随时进行新房的搭建。不过熊哥并不着急，他还想将一切准备得更加充足。正午的阳光温暖且柔和，今天第二车的物料也已到达。这是一车二手的废弃木板和脚手架，便宜的价格让熊哥一咬牙一跺脚，全都买了下来，希望能够找寻到一些还可以利用的东西吧。一根一根的收拾，一条一条的归类，这些扁平的木板也许还可以用到，而这些切割圆滑的毛竹，说不定也可以帮助自己在以后搭建出更大的养殖空间。别说，还真 TM 的有惊喜。就在这一堆杂乱的材料下，熊哥竟然发现了一套9成新的门窗，并且从做工上来看，
貌似还是出自当地的大师之手。熊哥决定要将它们安装在自己以后的新房上，当然用防雨布进行遮盖也是必须的。收拾的差不多了，农场中的猪仔已经都饿了，现在不管是不是自己的妈妈，只要是有奶就使劲的拱。所有野猪幼崽全都混养到了一起，而对于已经不需要吃奶的野猪来说，扎堆趴在一起打个瞌睡才会更实际。又到了给黄牛母子补充盐分的时候，这次熊哥为了改变老黄牛皮包谷的现状，特意添加了麦麸，希望这样的饲料能够帮助牛妈妈恢复体重。不过现在老黄牛看上去已经肥胖一些了，当然这也是熊哥精心照顾所换来的结果。阳光温暖柔和，所有猪群都聚集到了一起，他们享受这样的温暖与自由。当然更多的还是提醒他们的老父亲熊哥，已经到了该喂食的时候。夕阳的余晖照射着整个农庄，忙碌的身影代表着熊哥的传奇还在继续。拥有24头野猪的农庄都是怎么过冬的？搭建宽敞的挡风空间，铺满干燥的香蕉叶，相互依偎在一起进食。他们已形成了具有独自特色的野猪家族。新一天的来临，温暖的阳光已洒满整个农庄。熊哥已在整理昨日运送到的材料，这些宽大的木板有非常好的用途。虽然穿着短袖，但其实农庄已经进入到了冬天。熊哥要利用这些材料，为猪群搭建一处可以过冬的地方。毕竟大部分野猪幼崽都还太小，夜晚10几度的气温对他们来说还是太过寒冷。这些宽大的木板都是直接从一整棵大树上锯下的，所以它们的牢固性和防风性都很值得信赖。材料都已准备的差不多了，温暖的阳光让小家伙们变得异常活跃，他们最享受这样的温度。当然，对于新事物的探索和好奇，也是每一种动物的本能。这部刚运送过来的木板，一下就变成了儿童乐园。话说小孩子见到滑滑梯就走不动路了，毕竟连这些野猪幼崽都抵挡不住诱惑。已经处于少年期的几只小野猪，熊哥也将它们放了出来，看着外边的同伴都玩得不亦乐乎。他们在猪圈内早就已经声嘶力竭了。正式开工，这间老房子就是这24头野猪最佳的过冬之所。位置宽敞和阳光直射是最有利的条件。将木板装订在立柱上，上下2层，不但可以有效阻挡寒风直接灌入，并且还能分割出较为封闭的空间，以此来给野猪幼崽们提供足够的安全感。另一侧的固定也是同样。然而熊哥不停忙碌，忽略了现在的时间已悄然至正午。已经饥饿的野猪幼崽都在疯狂地吮吸着妈妈的乳汁，只有野猪爸爸在中间来回照看。他必须要抓紧时间了。为了让整体更加坚固，背面在横向的装订上木板，可以避免调皮的小家伙在这里开出一道门。大体的形状已经确定，最后在周边从内侧用毛竹进行隔挡。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野猪们将木板从底部拱坏。搭建已经完成，熊哥来到了野猪群的中间。这些少年期的小家伙很喜欢熊哥给自己抓痒，这也是熊哥与他们建立信任关系的特有手段。只剩最后一步就可将过冬的住所完成。采集来足够多的干燥香蕉叶，将它们全都铺垫到这一完全隔开的场地内。母性十足的野猪妈妈们已经开始过来打造属于自己的小窝了，这是他们的本能驱使。不过这些小家伙们齐聚过来，可能只是为了好玩。当然，想要让所有的野猪都能够待在新的地方过夜，熊哥还需要用上一些手段。抱来一捆鲜嫩的香蕉叶，给他们建立起这里有食物可以吃的反射，才会让他们忘掉原先的猪圈。所有的野猪都已齐聚，今晚他们就在这里度过。已经来到了的冬天第一夜，农庄一侧的鸡群已经聚集到了一起，这说明已到了喂食的时间。野猪们也都赶了过来，吃上2口。他们在等待着属于自己的独有食物。终于是到点了。成年猪的喂食需要用2个食槽分开，对于幼年猪来说，它们只能在边缘进食，否则它们的食物会全部被大猪掠夺。农庄的天空已开始逐渐昏暗，充满智慧的小眼神正死死地盯着摄像机。小家伙在考虑要不要咬上一口。野猪幼崽的晚餐时间到，猪妈妈在寻找合适的位置躺下，又是快乐的干饭时光。也不知道谁是谁的妈，反正趴上去直接吸就完事了。在妈妈的怀抱里，新搭建的防风锁会让他们幸福度过猪生中第一个冬天。新一天的来临，今天熊哥要早早将所有的牲畜尽快喂食完毕，因为他要去购买建房子所需要的工具，并且还要在晚上的时候去参加村民自发组织的1年1度的祈祷大会，祈祷明年的丰收，祈祷家人的平安。牲畜都已喂完，熊哥也该出发了。已经疏通了的山路，现在只需要2个小时就能赶到最近的城镇。这是一家以销售2手建筑用品为主的店铺。熊哥向老板娘说明了自己建房的需求：1根水平测量仪，1个用于搅拌混凝土的不锈钢托盘。当然，这家店铺顾客也有很多，熊哥还在精心挑选。1把瓦刀是必须要有的工具，他在仔细对比看哪一把更加顺手。铲灰的小铲子也是必不可缺。不过熊哥最终还是将全新的放了回去，他会购买1把2手的，毕竟会便宜很多。1个2手独轮车车轮，这是老板娘给熊哥的推荐，毕竟推砖头和水泥沙子都需要，并且也给了熊哥极低的价格。熊哥反复查看了一下，感觉也很不错，他决定购买。老板又将车身铁架以及斗子拿出，并和熊哥介绍了详细的安装方法。所有的配件都已买齐，全部捆绑好，
还要赶紧赶回去进行安装和调试。再次回到农庄，先将所有的材料卸下，安装好2手的车轮。熊哥手里的这个扳手，你们那里都是怎么叫的？我这里都称之为离合扳子。轮子已经装好，虽然是2手的，但是运行起来依然顺畅。紧接着将上方的车斗固定，一个精致的独轮车就已彻底安装完成。有了它，熊哥在建造房屋的时候将会省去很多力气。距离太阳下山已经没有多久的时间了，熊哥要在天黑之前将建筑地基框架标记出来，削尖几根毛竹，用绳子进行范围的标定，是打造房屋的第一步，当然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熊哥利用钢尺来测量，以保证横平竖直，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搭建起来的围墙完全垂直于地面，而不会出现倒塌。大致的范围已经确定，熊哥利用勾三股4500的知识来检验夹角的角度是否垂直。看着熊哥一步步操作与实施，难道他是想只凭自己建造出砖房吗？这可不是非专业人士能够完成的。虽然这很难以置信，但又让人十分的期待。就让我们一起见证吧。你有多久没有见过，或者从来都没见过这样的场景？人工搅拌而成的混凝土，利用木板现场制成的模具，小铲子抹平，瓦刀敲砖，每一层都要用水平仪进行精准的把控。如果这些你都还记得，那么抢收整个山头的木薯，超过10吨的果实，还要用摩托运送的场景，你又是否见过呢？新一天的来临，熊哥要赶紧将所有的牲畜都安顿好，因为今天他要开启建房的第一步，将老黄牛牵到牧草丰富的地方。在自己的精心照料下，它已逐渐强壮。菜园中的黄瓜已经结出喜人的果实，摘下一根完全长成的，品尝味道的同时，也会给身体提供水分的补给。建房的工作正式开始，熊哥依然还是准备单独一人完成。先找出高度刚好的木板，按照之前自己标注好的水平线进行依次的摆放。这是整个房屋的地基雏形。削割出毛竹，这是用于固定木板的工具。经过用砖头和拉线比对，并彻底找准平行后，前后2根夯入地面，即可将其彻底牢固。等到4边全部竖起，用于打造完全横平竖直的地基框架，就已彻底完工。而想要让搭建起的房屋可以抵御山林的暴雨和大风，能否打造出坚固的地基，就显得尤为重要。搬出4大袋鹅卵石，熊哥要人工搅拌出混凝土。组装的小推车派上了用场，先铲上1斗子细沙，然后在旁边整理出一块空地。然而仅仅是相隔转身的距离，熊哥就再次将细沙倒下了。难道是想学习印度的工作方法吗？当然不是，小推车只是用来测量分量的工具。想要搅拌出合格的混凝土，沙子、石头和水泥的配比可是有严格的要求的。2车沙子1袋水泥，先将其均匀的搅拌开来。熊哥的动作可谓是相当专业了，没有一段时间的小工经验，真的很难一次就将其完成。最后再将4袋鹅卵石尽数铺开，这样便可将3者完美结合。在中心处挖出浅坑，灌入山泉，持续30分钟连续搅拌，才可以获得质量过硬的混合体。现在混凝土已成，将其装入小推车，先将地基固定出1块砖的宽度，然后再用铁锹进行整体的浇筑。等到数量足够，再用小铲子一点一点的铺平，高出来的石头全部都要敲打下去，最后再进行左右来回打磨。这样的一套操作后，石灰的粘性也会被彻底的激发。当然，想要让地基更加坚固，螺纹钢也必不可少。整体镶嵌进混凝土中，等到水泥完全干燥变硬，它也会提供出足够的韧性，从而避免可能会出现的地基断裂。6个小时的持续劳作，整体的4边地基才最终得以完成。然而农庄中的牲畜早已过了喂食的时间，熊哥又马不停蹄的抽出1个小时的时间来制作猪食。等到猪群彻底吃饱，自己还要立即回到坡上赶工，直到天空完全灰暗。当然，为了让后续的工程能够更加快速，熊哥也是懂得要将砖头先放到自己伸手急处的地方。不过这第1层红砖的铺设可是非常的讲究，这样的操作手法也是和国内完全不同。铺上厚厚的水泥，每一块红砖的中间都要预留出缝隙，等到完全铺平，还要再用水泥将缝隙填充。那么有老铁知道熊哥为何要这样打造这第1层吗？评论区期待你的见解。森林的天空已逐渐昏暗，整整1天的时间，房屋地基搭建才最终完成。手工搭建瓦房的场景，还是在我小的时候会经常看见，如今也只能和大家一样，通过这视频回味一下当初的味道。随着第2日清晨的到来，2位村花的身影出现在了眼前。好家伙，不是2个，而是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好几个。他们全都是熊哥雇佣过来的当地村民。因为地基的牢固还需要时间的沉淀，而今天也刚好赶上木薯收购商来到附近的城镇，所以熊哥决定利用这1天的时间，将所有木薯全都采挖完全。熊哥将他们分成了好几组，有的是负责将枝干砍断，有的是负责将木薯拉出地面。当然，对于年龄稍大的妈妈辈分的村花来说，熊哥则给他们分配了最轻松的部分，利用柴刀将果实从根部分离。他们都是种地人，任何一项工作都是得心应手。不过这20多个人遍布整个山头，进行木薯采收还真是壮观。这样的场景让人看了也是颇为感叹。采挖好的木薯顺手装入袋中，
封好封口才便利于待会的运输。然而这么大面积的木薯，你能猜到熊哥可以收获到多少果实吗？10吨。是的，你没有听错。直到这个时候我才知道，原来熊哥才是隐藏的大佬。1个上午的时间，所有的木薯都已装袋完成。接下来就是驾驶技术超绝的摩托车大军接手了。他们负责将这一袋一袋的木薯从山坡上运下，前后2袋是他们最大承载量。毕竟崎岖的山路和高度的落差，决定了这项工作必须要小心翼翼。然而娴熟的驾驶技术可以支撑他们很好的完成。来来回回几10趟，更多的木薯正陆陆续续的被运送到可以供货车停留的大路边，一袋一袋紧密叠放。这4个小伙子都是装车的行家，他们要确保一车可以装完的同时，还要考虑行走的安全性问题，尽量将重量分配完美。只有这样才可以保证货车在这崎岖的道路上安稳的前行。随着最后一袋木薯的装车，熊哥今天的工作也即将迎来结束。工人继续捆扎，以防止行车过程中的脱落。结束完自己工作的村花也会在山下等待着熊哥，给予他劳动的报酬。货车开动了，复杂的地形非常考验驾驶技术，每一处斜坡，每一处转弯，他都必须十足小心。当然，这给他带来的报酬也是丰厚的。这一趟山路的运输，他将会得到1000万的越南盾，而熊哥也会在所有木薯都称重完以后拿到货款，再结算给帮助自己的每一个人。那么问题来了，10吨重的木薯，熊哥可以卖出多少钱呢？好了，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关注我，熊哥的野外生存之旅究竟会如何呢？我们就一起见证吧。